平凡矮小的我，拥有一个高大英俊的学霸老公，但这段短暂的婚姻生活，却成了我毕生的噩梦。我是被热醒的，昏暗的视线内，只看得到一个拇指大的圆孔透着亮光。我凑过去，瞪大眼睛往外看，2根手腕粗的白蜡烛正在燃烧，桌上摆放着我和一个年轻男人的黑白照，墙上贴着大大的喜字。廖阿姨盘着头发，穿着旗袍，脸上化着浓妆，笑得格外瘆人。第一次遇见廖阿姨是在保健品宣传会上，简陋的舞台，我和5个同事一边唱着感恩的心，一边比划着手势。穿上鞋才1.5米的我，在台上像个可笑的矮冬瓜，台下坐了一群和蔼的老头老太太，跟着节奏拍巴掌。堆积如山的保健品把老头老太太们团团围住，连带一堆廉价的大米、挂面、面粉，以及小作坊生产的3无食用油和快要过期的鸡蛋。388一盒，3盒1000的保健品，成本价不过20来块钱，最贵的就是那花里胡哨的包装盒了。浓妆艳抹的廖阿姨挺直腰板，一脸孤傲地坐在人群中，格外醒目。老年人之间也会抱团，大家都不喜欢廖阿姨，说她一把年纪了还打扮得像个狐狸精，又说她是个神经病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除了吹嘘儿子就是吹嘘要拆迁的房子。说来也奇怪，只要我在，总会看到廖阿姨在台下直勾勾盯着我，那眼神，说实话我有点怕。我叫廖小梅，今年刚20，因为个子矮又不会化妆，找啥工作都不顺利。走投无路之际，大学师哥介绍我来推销保健品，还交了1000服装费、培训费和押金。我辛苦了1个月才卖出1盒，还是廖阿姨看我可怜买下的。蹦跳的同事里，我年龄最小，其他人都30、40了，一个个嘴巴抹了蜜一样，张嘴就是咱爸、咱妈，您就是我的亲爷爷、亲奶奶，一看您就是要活到99的，只要坚持吃咱们的安康套餐，活到100不是个事儿。跳完了舞，我们又端来一个个装满热水的盆子，装孝子贤孙，给老头老太太洗脚。音响里放着常回家看看这种煽情老歌，老人们热泪盈眶，毕竟亲儿子亲闺女也没这么伺候过他们。我埋头搓着廖阿姨的脚，一抬头就撞上了廖阿姨面无表情的脸，她猛地咧嘴一笑，牙齿上沾的口红就像血，吓得我打了个寒噤。这一场热闹几乎把堆积的产品都卖光了。经理乐开了花，和一群红光满面的同事搬抬着米面油蛋，挨家挨户的送。同事们看着这群老人，就像看一群金猪，不宰白不宰。今天张大爷没来，但礼品可不能给他落下，经理让我给张大爷送去。廖阿姨啥都没买，依旧理直气壮领了1盒鸡蛋和1包挂面。经理特别见不惯廖阿姨，黑着脸说下次别通知廖阿姨了，这抠门老太太人可精了。但我压根儿就没通知过廖阿姨。我骑着单车，装着面粉、大米和3盒保健品，哼哧哼哧往张大爷家驮去。张大爷家住在老城区，我在烈日下骑了40分钟，因为业绩太差，我连藿香正气水都没资格领。张大爷家在3楼，我个子太小，提不动米和面，只能咬着牙把他们扛肩上，抓着扶手挪了20分钟才挪上去。张大爷刚打开门，我咧嘴一笑就倒了下去。我中暑了，迷迷糊糊中只觉得有人灌了我几口水，又灌了1支药，把我扶到了床上。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噩梦连连，梦见一座大山死死压在我胸口。我打了个冷战，
睁开双眼，突然看到张大爷趴在我胸前，正发出猪一样的霍霍声。我尖叫一声，猛地推开他，连滚带爬下了床就往外跑。张大爷倒在地上，突然哎呦哎呦叫唤了起来。我跑到一半，咬咬牙，还是回去把他扶了起来。张大爷已经口齿不清了，他颤抖着指指斗柜，上面摆着几瓶药。我拿了药喂他，张大爷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低着头像犯了错的小孩。我扶他坐沙发上，正要走，张大爷咳嗽了2声，说：小廖啊，你大爷年纪大了，糊涂了，对不住啊。我心中有气，想要破口大骂，说出口的却是：没事的，张大爷，没事儿。张大爷可怜巴巴地瞅着我：外头热，要不你坐会儿，要不要吃冰棍？我乖乖坐在了门口的小凳子上，张大爷给我拿了一根冰棍，我一吃都变味儿了。前年我孙子来的时候给他买的。好吃吗？绿豆味，解暑。我默默把冰棍从嘴里拿出来。张大爷指着电视柜上的照片说：我老太婆都死了10多年了，女儿一直不让我再婚。她住得远，生了2孩子，过得热热闹闹的，逢年过节来我这儿，板凳都没坐热呢，又走了。我处过2个老太太，全被她骂走了，那股子泼辣劲儿和他妈一模一样。我后头还能活多久都不知道，人说没就没了的，他就等着继承我这房子呢。我一个人买菜做饭收拾屋子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我活着还有啥意思？我不如死了算了。我这屋里3个月没来过人了。小廖，你大爷我说话都有回声，你说惨不惨？要我有个伴儿，我至于犯糊涂吗？不至于。张大爷说到激动处，一边给我道歉，一边抽自己耳光，吓得我不敢动弹。张大爷说：小廖啊，我太久没和人说话了，你可别往外说啊。我一把年纪了，欺负你这个小姑娘，要不我买你这3盒安康。张大爷走进内屋，再出来了，给了我1000块钱，留下了3盒保健品。钱在兜里还没揣热，我就被张大爷的女儿打了。因为第2天经理又让我给张大爷送保健品，他许诺我，只要张大爷买了，我一共就能拿500提成。我实在搬不动米和面了，就带了些鸡蛋和挂面去。刚敲开门，张大爷女儿刚看到我怀里的保健品，甩手就给了我一耳光。你们这些搞传销的王八蛋，就盯着老年人骗，你信不信我找记者曝光你们？我抱着东西就跑，他抓扯我的衣服，直接把扣子全扯掉了。他一路追着我，一边骂一边吐口水。王八蛋，欺负到我家来了，老娘看你是不要命了。我裹紧衬衣，吓得直掉眼泪，撒开鸭子拼命跑。他追了我3条街，还不放过我。抓住这个小矮子，这个矮冬瓜是卖保健品的。这个臭 XX 小年纪不学好，勾引我70多岁的老父亲，就为了卖保健品，臭不要脸的爬我爸床上去了。1000块钱好挣是吧？他把我打倒在地，拼命撕扯我的衣服。你不给我把钱吐出来，我今天就让你死这儿，你信不信？我不能收拾我爸，我总能收拾你吧。我倒在地上，蜷缩成一团，死死护住身体最后的底线。四周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，大家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，甚至有人拿手机拍摄。
但无人对我施以援手，看笑话一样看着我。30块钱买的高跟鞋，鞋底跑掉了一半，廉价的衬衣和短裙被扯得4分5裂。我茫然地抱着头缩在地上，害怕极了。要不是廖阿姨突然出现，我可能内衣都被张大爷女儿给扒了。差不多得了啊，人家小姑娘不懂事，你多大个人了也不懂事。大家都是女人，上来干架就扒衣服，哪些缺德鬼录视频的，赶紧删了。家里总有亲妈姐妹女儿吧，也被人在大街上又是打又是扒的，你还能拍？廖阿姨拖着小拖车，中气十足开骂。看热闹的男人很快臊眉臊眼走了。张大爷女儿还要骂，廖阿姨已经喊了起来：哟，你是张大爷闺女吧？但凡靠近你爸的女的，不管老少，都能给你骂走。不就几盒保健品吗？你爸1万多退休金还吃不起？你不就是怕你爸找了对象就不给你房子和钱了呗？你们这些做子女的，心头那些小九九，我们老年人可清楚得很呢。要动手，你敢冲我老太婆动手试试看，我马上就躺你跟前。我要你带我去医院，从头到脚都得检查一遍，你信不？姜还是老的辣。张大爷女儿骂骂咧咧走了，人群也散了。廖阿姨把我扶到路边，给我整理衣裳。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廖阿姨听，她叹了一口气，现在年轻人太不容易了。小廖啊，咱们是同姓本家，你就把我当妈吧，有啥困难你找我。廖阿姨拍着胸脯说，买保健品就算了，你阿姨年轻时候当护士的，知道这些东西假，我来也就凑个热闹，找大家说说话聊聊天。谢谢廖阿姨。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张大爷女儿又胖又壮，拳头砸我身上比石头砸着还疼。廖阿姨给我擦眼泪说，小廖啊，你和我儿子一样大，不行你给我做媳妇儿吧。我儿子今年也20，在美国读大学，成绩可好了，拿全额奖学金那种。廖阿姨打开了话匣子就收不住。你不信阿姨是不是？以前我是护士，我老公是长途司机，儿子还没落地就出车祸死了。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，孩子争气又听话。你看，这是我儿子，帅吧？廖阿姨翻出钱包给我看照片，旧照片上一个清秀英俊的大男孩冲着我们笑，拿通知书那天拍的，他高兴坏了。现在大了还单身，异国他乡，我操心死了。每次问他啥时候找女朋友，带回家让妈妈看看。哦呦，不行哦，说读了硕士博士，学业有成了才考虑个人感情。他让我给他挑个媳妇儿，只要我喜欢，他都满意。儿子说我养大他太辛苦了，要努力赚钱，孝顺妈妈。他啥都听我的。小廖啊，你别害羞，给阿姨直说，你愿意不愿意？我抿着嘴，红着脸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廖阿姨一抹泪，妆就花了，2个黑漆漆的眼圈盯着我。你答应了，这事就成了。现在能给他找个媳妇儿结婚，我这辈子就没遗憾了。我告诉廖阿姨，我妈在我高中毕业那年就得癌症死了。她头七刚过，舅舅一家就来占了房子，房子还是外婆的名字。妈一死，就是外婆说了算了。舅舅儿子娶媳妇，我直接被赶了出来。爸妈离婚后，我爸就消失了，没给过我们1分钱。那你家就你一个人了？廖阿姨没头没脑问了一句。我点点头，又哭了。廖阿姨抱着我，轻轻摩挲着我的背。
突然就笑了。回到公司，经理一看我一身脏污，保健品和挂面鸡蛋碎的碎，脏的脏，立刻就火了。你怎么回事呢？这么大个人了，还摔成这样！我抽抽搭搭说了事情原委，经理瞬间翻脸。几千块钱的东西，你给弄成这样，你没正式转正，赔偿都享受不到员工价。你别干了，笨得要死。我用手背抹着眼泪，不敢再哭，只愁怎么赔偿这笔钱。突然，一只手搭在了我肩上。师妹啊，不是师哥不帮你，我也很难的。要在大城市站稳脚跟，很难的。特别是女孩子，我眼泪汪汪看了经理一眼。要不你跟我，师哥手把手教你，保证1个月你就能销售过万，不然就自己赔保健品，还得赔偿违约金8888。我颤巍巍站起来，经理已经反锁门，还拉上了窗帘。我咬着嘴唇，颤抖着解开衬衣纽扣。1颗，2颗，3颗。经理的手伸过来的瞬间，我张嘴就叼住了他的手，狠狠咬了下去。我在他的嚎叫声中逃了出去，工作丢了，钱也要不回来了，宿舍没法住了，我拖着行李箱丧家犬一样跑了。廖阿姨热情洋溢地把我接到了她家，她的房子和张大爷一样，也是城中老小区，套2的房子，方正宽敞，在5楼。廖阿姨把我行李拖到次卧，我的脸瞬间就红了。这是她儿子的房间，墙上还贴着篮球明星和爱因斯坦的海报，书桌上摆了一叠书，书柜里满满都是书和奖杯。原来廖阿姨的儿子叫廖杰。廖阿姨说，小廖啊，你就住我儿子的房间吧，想住多久都行。我儿子今年暑假不回来，嫌机票贵，我一个老太婆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找工作的事儿你别急，安心住阿姨这儿，多个人不过是多双筷子。你等等啊，我给我儿子打个电话。廖阿姨欢天喜地走到窗边，声音很温柔。儿子呀，是妈妈，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学习不要太拼命了，身体要紧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妈一切都好。妈妈认识了一个姑娘，叫小廖，人老实单纯，小小巧巧的女孩子。妈也想有人陪着我说说话。行，妈知道了，妈都给你安排好，你放心吧。中式婚礼好，不要出了国就学外国人那套。妈传统，小廖也是个传统的孩子。好，妈都安排好。挂断电话，廖阿姨转过头来笑。小廖啊，咱们这片要拆迁了，你和小杰结了婚，咱们家又能多分一套小房子了。街坊邻居都搬得七七八八了，我还没签字呢。不给我满意的价格，我就不签。为了我儿子，我也得多争取点。我红着脸，低着头傻笑。我刚到法定结婚年龄，就能结婚，真好。廖杰高大帅气，而我平凡矮小，只是看着他的照片，就能感受他是一个多好的男孩子。如果真的能结婚，那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了。老公，房子，善解人意的婆婆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。晚上，廖阿姨做了满满一桌菜，特意给廖杰留了一副碗筷。夕阳照在餐桌上，像一场美梦。漂浮的空气中，我仿佛真的看到空椅子上坐着一个英俊温柔的大男孩。廖阿姨给我倒了一杯红酒，我在她的笑脸中一饮而尽。随着模糊的视线，房子和廖阿姨都在我眼前摇晃了起来。
我一头栽在了桌子上，晕了过去。然后我就成了廖杰的冥婚新娘，被廖阿姨塞进了床箱中。廖杰的床下被廖阿姨布置成了棺材模样，除非床板打开，否则根本看不出任何异样。我醒来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廖阿姨关了起来。刚要坐起来，脑袋就撞上了硬邦邦的东西，疼得我惨叫连连。圆孔外，我看到了自己和一个年轻男人的明照，竟然是廖杰。廖阿姨杀了2只鸡放在桌上，公鸡对着廖杰的照片，母鸡对着我。香蜡纸钱在燃烧，火光越来越亮。我筛糠似的发着抖，慢慢朝左边挪去。微光透进来，刚好照在一个方正的盒子上，盒子中间嵌了一张黑白小照片。我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，是骨灰盒。我吓破了胆，疯狂尖叫起来，一边叫一边又踹又踢。嘎吱一声，床板弹开了。我如溺水的人猛地坐起来，拼命喘着气。廖阿姨举着刀，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，冲着我微微一笑。妈给你们准备的婚礼，喜欢吗？话音刚落，冰凉的刀锋贴近了我的脖子，轻轻一划，我惊恐张大嘴，捂住脖子，倒了下去。廖阿姨并没有杀我，只是划破了我的皮肤，接了一点血装在酒杯里，灌进了我的口中。迷迷糊糊中，只觉得有人把我拖了出来，提着我的衣领让我跪在地上。我浑身无力，脑子浑浑噩噩，身体却随着一个声音在行动。1拜天地，我拜了下去。2拜高堂，廖阿姨的声音蛊惑着我。夫妻对拜。恍惚的视线中，穿着长衫马褂的廖杰在冲我微笑。我身体疲惫不堪，大脑却亢奋不已。周围渐渐涌出了许多声音，在说恭喜。抬头的瞬间，整个房子变得硕大无比，四周坐满了宾客。觥筹交错中，我竟然看到了妈妈，她冲着我笑。妈妈从前一直担心我个子矮小，学历低，怕我以后找对象吃亏。妈妈，你看，我结婚了呀。刚满20岁，我就嫁了个好老公。长得矮没关系，没有钱也没关系，我运气好呀，天上掉下个好老公。天空中飘荡着廖杰的奖状和奖杯，他们在彩虹中飞舞旋转，四处都是美妙的歌声。我还看到了鸽子，鸽子绕着我们的婚纱照打圈圈，一边飞一边从嘴里喷出鲜红的玫瑰。真幸福呀！自从妈妈走了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感觉到幸福和快乐了。我嘿嘿傻笑着，倒在了廖杰怀中。原来婚礼的美好幸福是因为廖阿姨给我喂的致幻药。醒来的时候已经第2天早晨，红彤彤的4件套和墙上的喜字让我瞬间清醒了过来。我穿着绣和服，无名指上还多了一枚小钻戒。我惊恐转身，我的新郎，不，那盒骨灰挨着我躺了1晚上。我连滚带爬下了床，扯下新娘服，胡乱抓起一件穿上，竟然是一条全新的红裙子，尺码刚好。我盯着床上的骨灰盒，牙齿咯咯作响，总觉得廖杰的鬼魂透过照片正直勾勾盯着我。突然，我看到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，我赶紧冲过去，小心翼翼拉开，砖头早已把窗子封死了。我跌坐在地，眼泪涌了出来。门外响起来廖阿姨欢快的声音：“小两口还在睡呢，妈给你们做了好吃的。”我不敢回答，脑子里想着怎么才能逃出去。我不到1.5米，廖阿姨起码1.68米，虽然已经年纪大了，但看她身体倍儿棒的样子，我肯定打不赢她。
想起他手起刀落杀鸡的凶狠模样，我立刻怂了。小区墙上到处都圈着大大的拆字，一墙之隔的地方全是残砖废瓦，房子大门和窗户都装上了结实的防盗栏，就算我呼救也没人会听到。想跑只有从大门才能出去。正想着，廖阿姨已经开门进来，见我乖乖穿上了红裙子，她笑得直拍巴掌。好啊，好看，刚合适，新媳妇就要穿红，你赶紧让小杰这个懒虫起床了。我支支吾吾。好的，廖阿姨。廖阿姨笑弯了腰，塞给我一个红包。还叫阿姨，还不给口叫妈？妈。好的，妈。廖阿姨心满意足出去了。我屏住呼吸，强忍着害怕，小心翼翼抱起骨灰盒走出去。餐桌摆了3张椅子，我刚把骨灰盒放椅子上，廖阿姨就甩了我一耳光，直接把我打懵了。廖阿姨冷冷看着我，你嫌弃我儿子，把我儿子放桌上。我一边哭一边把骨灰盒放桌上，廖杰的脸贴在骨灰盒上，冷漠地看着我们。骨灰盒前摆了一副碗筷，廖阿姨把廖杰碗中的菜堆积成了小山，她也没办法吃一口。她早就是个死人了，但廖阿姨却对着骨灰盒聊天夹菜，像对面坐着一个活人一样。我扒着饭，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咽了下去。这一天度日如年，我给骨灰盒读书，放音乐，念新闻。我就像个伺候贪把老公的新婚妻子，伺候着一个骨灰盒。廖阿姨在摇椅上织毛衣，一脸幸福。噩梦般的夜晚还是来临了。廖阿姨盯着我洗了澡，关了客厅灯，继续坐在摇椅上织毛衣。我把骨灰盒放床上，自己睡地板，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气味。累了一天，我还是睡了过去。半夜，我被噩梦惊醒，睁开双眼就看到一个黑影死死盯着我。廖阿姨说：“你为啥不睡床上？”我早已吓得眼泪横飞，结结巴巴道：“我睡觉不老实，怕踢着廖姐。”上去！廖阿姨猛地一吼，我赶紧翻上床，老老实实躺在骨灰盒旁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你能找到我儿子，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别不知好歹。廖阿姨丢下一句话，翩然而去。我在黑暗中吓得一夜未眠。天刚亮，廖阿姨就拖着小推车出门了，大概是怕吵醒我，关门的声音特别小。老小区都是一扇木门，一扇栅栏防盗铁门。木门从外面反锁，我疯狂摇晃，竟然把锁晃开了。我欣喜若狂，刚打开木门，就被防盗铁门上层层铁链惊懵了。我用力拍打着铁门，扯着嗓子疯狂大喊：“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救救我，放我出去！”昏暗的走廊尽头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我把手伸出去，用力挥：“这里，这里，救救我，帮我报个警吧！”人影越走越近，竟然是廖阿姨。我吓得拼命踹铁门，喊得越来越大声：“救命！救命啊！”廖阿姨带着冷笑走了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用力往下拽。我疼得嗷嗷惨叫，身体紧紧贴着铁门，随着廖阿姨的手一上一下。妈以为你是个实诚孩子，我可怜你没爹没妈，我可怜你流落街头，好心收养你，我好吃好喝伺候你，你竟然还想跑！我呜呜哭着求饶：“妈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妈，
我儿子也是，我把心肝都掏给他了，他竟然要去美国读书，他也想跑，你们为什么都想跑？廖阿姨一声怒吼，用力一拽，我疼得惊声尖叫。她甩甩手，我的几缕发丝落在了地上。好好待着吧，这层楼就剩我们一家了。2楼还有一户，你喊了也没用，老太太是个坐轮椅的老年痴呆。廖阿姨笑笑，拖着小推车飘然而去。我摸摸头皮，指尖有几缕血丝。我怕再挨打，立刻麻溜把骨灰盒放在桌上，打开书柜，准备找本简单的书读给廖杰听。我害怕廖阿姨在家装了监控，万一我偷懒，又会被她打。没想到这一翻，竟然让我翻出了藏在书柜底下的一个日记本。廖杰的字很漂亮，但日记却让我发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失败人生。我18岁了，每次洗澡，他都要冲进来给我搓背，丝毫不顾及男女有别，我只能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洗。为什么洗个澡都要偷偷摸摸？我恨这样的生活。他知道我要去美国的时候，差点疯了，爬上窗台就要跳下去。我看着他说，你跳吧，你跳了，我也跳下去，大家都不要活了。我妈还是爱半夜不声不响坐我床头，有时候看着我哭，有时候看着我笑，时不时喋喋不休。从我婴儿时期呛奶说到我第一次尿床，她总是在回忆我无比依赖她的那些岁月，以及表达对我现在疏远的不满。我觉得她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鬼，夜夜坐在我的床头，勾我的魂。看到这里，我倒抽了一口凉气。窒息的母爱造就了一个疯批廖阿姨，后面的内容却让我知道了廖杰死亡的真相。我爱上了一个女孩，但她的身边围了太多男同学，他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跑车和房子，只有我寄宿在别人家里。当我听到她说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廖杰啊？这个星期我要搭凯文的私人飞机去夏威夷玩，挑男人千万不要挑穷光蛋，长得再好看也不行。我的心碎了，如果不是过年，我是不会回来的。妈妈照旧在餐桌上大声吹嘘着我，我却恨不得钻进地缝中。我以为妈妈是个善良的人，她却把别人家的孩子当作笑话说了出来。她说老李想把他闺女介绍给我们家小杰。天啊，一个卫校毕业当护士的女儿也敢开口，我儿子是什么人？我儿子那是人中龙凤。我越来越没有胃口了，我吃不下饭，已经连续10天没睡着了，我大概是病了。洗澡的时候他又进来了，我淡淡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拒绝。他开心地用搓背巾用力搓着我的脖子、肩膀、背，我任由母亲抓起我的胳膊，掰开我的腿，我的身体像一块钟摆，在他的掌心中左右摇晃。这个家就是一个牢笼，我妈是残酷的狱卒，我是悲惨的囚犯。这一天的日期是2021年7月2日，当晚廖杰就自杀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以怎样惨烈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，但他并没有得到解脱，依旧被母亲畸形而浓烈的母爱占据着。母亲把他的骨灰盒放在家里，像活着时一样，吃饭摆桌上，睡觉摆床上，还一起看电视。母亲依旧爱给他洗澡，用搓澡巾把骨灰盒擦得锃亮，还给他强塞了一个老婆。我廖杰，不管是生还是死，他都被他妈妈牢牢掌控着，真可悲。你在看什么？突然背后传来一声怒吼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日记本掉地上了。廖阿姨推开我，抢过日记本，一篇篇翻着。日记本挡住了她的脸，只能看到瑟瑟发抖的肩膀。
不是真的，不是小杰写的，是不是你为了跑故意伪造小杰的字迹，想气死我是不是？我连连摆手，我没有，不是我写的。日记本落下的瞬间，我看到了廖阿姨泪流满面的脸，她粗鲁地用袖子擦擦泪水，对着骨灰盒温柔地说：小杰啊，妈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牛肉，妈给你做胡萝卜烧牛肉好不好呀？廖阿姨把日记本死死抱在胸前，布满泪痕的脸洋溢着僵硬的笑容，但哭花妆容的脸让她看起来就像一只孤魂野鬼。我突然觉得廖阿姨很可怜。砰一声巨响，廖阿姨摔门进了自己的卧室。隔着墙，我听到了努力压抑的低哭声。我看着骨灰盒说：你妈哭了。骨灰盒一动不动躺在床上，黑白色的廖杰似笑非笑，像是在嘲讽我。突然我看到了落在地上的钥匙串，我太阳穴一跳，抓起钥匙，捏着最大的那把，快速冲到大门处，咬着牙准确把钥匙塞进了锁眼中。我屏住呼吸，轻轻一拧，咔嗒，锁开了。我3两下扯开铁链，疯了一样狂奔而出。阳光已经照亮了昏暗的走廊，我咬紧牙关，没命地冲。我抓着楼梯扶手，连滚带爬冲到了楼下，又疯了一样埋头往小区外跑。绕过一圈废墟，总算看到了一条小马路。看着明亮的阳光和稀稀拉拉的人群，我的心终于踏实了。我扶着电线杆喘了几口气，电光火石间，我猛地抬头，廖阿姨隔着防盗栏直勾勾盯着我。原来绕了一大圈，厨房外竟然是一条小马路，怪不得廖阿姨每次都把厨房门关死。目光对视的短短几秒，我的心砰砰狂跳，几乎快要蹦出嗓子眼了。她的头缩了回去，我的腿已经软了。我招了一辆出租车，麻烦师傅开到了最近的派出所。红包里的钱是18.8块，刚好够给出租车费。警察叔叔带着我来到廖阿姨家时，消防车已经到了。熊熊燃烧的火焰从廖阿姨家厨房窗口喷出，浓烟滚滚中，我除了害怕，竟然还有一丝丝后悔。廖阿姨自杀了，她的尸体紧紧抱着儿子的骨灰盒。火是从厨房烧起来的，煤气罐爆炸，她死得义无反顾。我坐在警车后座，呆呆地看着无名指上的小钻戒，拼命往下拽，但戒指在我手上生了根一样，怎么也拽不下来。从那以后，我经常做噩梦，梦里我还是被锁在棺材中，一具干尸躺在我身边，一遍遍喊着我的名字。廖阿姨坐在床头的摇椅上，一针针麻利地织着围脖，摇椅嘎吱作响，她和他都在冲我笑。我知道这辈子我都不敢再结婚了，这短短几天的婚姻生活成为了我一生的阴影。